到时候你让那个王主任宁老师，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傅耀辉家属那边怎么样？需要我帮忙吗？本来我还担心谭雅应付不了，看来是我多虑了。我临时接了个通知，要去北京开个会。什么时候走啊？今天晚上。对了，娟子说这几天休假，随跟你想回来。好啊，那我联系一下娟子吧。走了。哎，聂医生，啊，宁老师，没什么事儿，我去约会了。哎，赶紧去吧。哎，好。走了，主任。啊。都约会去了。看那个，那是不是薛律师啊？哦，不会真让他截胡了吧？不会的，我了解阮师妹，她不是那种人。你挺了解阮流正的呀？啊？不太了解，就一般了解吧。我们俩最多有点那个同窗之谊。是吗？是。我看不是。那你之前你还追过宁志谦呢？我追宁老师怎么了？我光明正大，我又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也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哎，远，在遇到你之前，我留恋小溪是因为我没有见过大海。看到你的第一眼，我的心脏就开始窦性心律不齐。你的微笑就像一剂西地蓝，平复我强烈的心跳。你的眼神里就好像输入了复方氨基酸。我看你是有病，你是不是得挂个心内科去？我要不给你加个号。我这写了好几天呢，你就不觉得特别浪漫吗？不觉得。我想听点真心话，发自肺腑的那种。行。我坦白，上学那会儿，我是打算追阮流正来着。哼。但是被宁志谦捷足先登了，他插足了，所以我没成功。后来这不就遇上你了吗？那刚遇见你的时候，你满眼都是宁志谦，偶尔看我一眼还都是白眼。是，我是没有老宁高，能力嘛，跟他不相上下。不过你妈觉得我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没关系，从今天开始，我一定加倍努力，一定会让你喜欢上我。不对，是会让你比现在更喜欢我。这还差不多，行吧？走吧。爸，儿子啊，晚上早点回家吃饭啊。我今天晚上不回家吃饭了，你跟我妈说一声吧。走吧，走吧，走吧。丁院长再见。你干嘛？你至于吗？你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儿，你干嘛把我手扒拉开呀？我可能是那个本能反应。那晚上你不回家，你想吃什么呀，圆圆？你叫我什么？圆圆。听着真恶心。那叫你小丁丁。没想到谭雅的事他自己解决了，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吧。是啊，我也有点没想到。戴帽子挺酷啊，很帅。怎么想重新开始了？也算是吧。不过我最近在忙着论文，想让自己清爽点。真分了？这么多年的感情，说放就放得下？说实话，还没放下。我就当做这是未完成情节吧。未完成情节？心理学呢，将这种情节分析为人们总是对分手对象念念不忘，是因为故事还没有写完的遗憾。我给你翻译一遍吧。
就像你好想买一件衣服，你纠结了一阵子，等你去买的时候，结果没了，你就格外的想拥有它。可一旦你拥有它之后，你发现它根本不适合你，毫无意义。行，我是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男人都是衣服呗？你自己说的啊。我可没这么说。你做任何决定，我都支持你。虽然这话有点假，但是你跟他分手了，我真替你开心。我觉得你这个决定啊，非常的明智。我送你一首歌吧，祝你生日快乐。你行，你下次分手我也这么给你唱。行啊，我等着。妈，哎，儿子来了，来了，吃饭了没呀？吃过了，来，我帮您收拾吧。哎，你别动手。服务员，哎，来了。哎，什么事啊？你加5个羊肉串。啊，5个羊肉串啊！来，师傅，5个羊肉串啊！哎，这儿子，哎呀，你别动手，你别动手，你这手金贵，动手术的手，你这没事儿。妈妈干的就这活儿，你快坐那儿啊！我跟你说呀，我这次找你来呀，你梅姨又打电话来了，问你和春燕的事儿怎么样了。妈，我不是早跟您说了吗？我不可能跟春燕结婚的。是他们家在咱们最困难的时候帮过咱们，这恩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那我也不能用自己的终身大事去报答啊。那怎么不可能？再说了，你跟春燕2个又是青梅竹马，这梅姨又一直把你当亲生儿子看待呀。哎呀，你谈恋爱啊，爸爸不拦你，可是你跟程周宇啊不行。为什么不行啊？对啊，为什么不行啊？妈，我爸以前可是说绝对不干涉我的啊，他现在说话不算数。你跟别人我都可以不干涉，但程周宇不行。为什么不行啊？您给我一个能说服我的理由。你跟他不合适，他的家庭你了解吗？他父母的情况你知道吗？我知道啊，我是跟他谈恋爱，我又不是跟他家里人谈恋爱。再说了，您作为医院的领导，他们家什么条件、什么情况，您应该最清楚。我就是因为清楚，我才要提醒你呀。你们的原生家庭、父母的教育背景，还有从小接受的教育，这都注定了你们俩在三观上是很难契合的。三观能不能契合，那也得我自己来判断呀，是不是？妈，来，有事儿跟您说，您坐下。我这上着班呢。有事儿跟您说，您坐。我爸啊，现在有女朋友了。有女朋友了？啊，谁呀？就我之前跟您提过那个我们科室的丁医生。丁医生？那个丁院长。丁院长的闺女啊？哎呦，人家是院长的千金呐，咱家能高攀得起吗？什么叫高攀啊？拿捏得死死的。再说，我跟他谈恋爱是我们俩的事儿，跟他们家又没关系。您儿子也不差啊。对呀，我儿子也不差。这将来如果是结婚呢，这你的远大前程可是妥妥的啦。妈，听我一句，这种想法千万不能有。您要这么想，那我就真觉得自己配不上人家了。我跟他谈恋爱是冲他，又不是冲他家里，对不对？那春燕儿那边呢，我去说。
心强扭的瓜不甜呐。您这口风转的可够快的。那当然了，我儿子的幸福可是要放第一位的。哎，你先坐着啊。爸，您以前不是总说吗？一切理论都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是不是？这是不是您说的？再说了，现在做临床试验的人是我，不是您。你们已经做临床试验了？啊？哎呀，圆圆，你们俩都到这一步了？不是，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就是打个比方。哎，对不起，爸，您这个理由说服不了我，我也没办法。哦，那我还有个理由。您还有啊？您说。他竟然给医院写信，匿名举报我，说我给自己的子女开后门。哼，还有这事儿啊？他给自己弄了一个正义使者的假名字，发了一封邮件给院办，院办调查我好几个月，幸亏我清清白白，没做任何亏心事儿。还正义使者呢，怎么那么搞笑？还笑呢？还笑得出来呀？这个人呐，就不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你说他做这个事儿多蠢啊！不是，那您凭什么认定那封邮件就是他写的？你说的这个，我就更上火了。他呀，没有用医院的邮箱，用的是私人邮箱。你说他是够蠢，太蠢了，太蠢了吧？我看这个程周宇啊，他就没有一点点聪明的地方。哎，我说你挑来挑去，你就挑了这么个主啊！小曲，坐下，吃个橘子，妈你也坐。爸，您得换个角度想，他这不是还给了您机会让您自证清白了吗？是不是？哎，你爸本来就清白啊，用不着他证明。反正我该说的话都说了，你自己考虑啊。我考虑的已经很清楚了。通过这段时间我对程周宇的观察，我发现其实他心眼不坏，他就是有时候有点轴，现在看来还有点傻。但是您想想，您是他的顶头上司，他不但没巴结您，他也没对我卑躬屈膝，他反而还举报您。您不知道，整个医院对我卑躬屈膝的人那多了去了，他们在背后都管我叫长公主。但是程周宇没有，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程周宇内心是一个非常正直、非常单纯的人。您就别跟他一般计较啊！明天上班我就去揍他。我先去洗澡了。都是你宠的。我的责任啊。我想你啦，程周宇，你到底还有多少小秘密？哎，戴帽子戴墨镜那个，你跑那么快干嘛？你躲我呢？谁躲你了？我没看见你刚才。哎，你鼻子怎么了？没什么事儿，昨天晚上撞了一下。撞了一下？怎么撞的？撞哪儿了？撞门上了。看来你的小秘密可真不少。还有什么秘密呢？我的秘密不都跟你说了吗？昨天晚上我给你发信息，你为什么不回啊？我睡得早，早上起来才看见的。你平时不是睡得挺晚的吗？为什么昨天睡那么早？来，快进！啊，做饭。刘正，玲姐，看看谁来了！好久不见了，真是你还那样啊？你都一点没变，年轻。坐再好。叔叔阿姨好。哎呦，刘真嘛，是都长这么大了呀！在我印象中，他还是小学生，阮老还在上幼儿园呢。可不是嘛！叔叔阿姨给你们带了一些礼物。客气。就是啊。倒点水，哎，我给你放上去。好嘞。坐，赶紧坐，别客气。哎呀，
这么多年了是吧？我还记得，伟丽小的时候跟刘征一起玩过呢。真的假的？我们俩小时候认识啊？你比他小1岁，那时候他只会在后边追，追不上啊，还哭呢。小时候还认识。啊，我怎么没听您说过这个啊？我也是刚想起来。来，叔叔阿姨喝水。刘征越长越漂亮了，看着一点儿也不比伟玲大1岁，是不是啊？是吧？跟他妈年轻的时候是一样。是啊，漂亮啊！叔叔阿姨，你们就先玩着，我今年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啊。哦，好，欢迎下次再来啊。忙去吧。嗯。怎么样？你棋练的怎么样？现在？我棋肯定练得很好啊！你不来，我都是跟美玲2个人下。一会儿再来2盘啊，来2盘。我估计你现在下不过我。看棋谱啊。啊，对对。对呀，是啊。要不我送你过去？不用，那个宁想回来了，宁老师刚好出差，我陪宁想出去玩玩。那我跟你一起过去吧，晚上送你回来，正好接我爸妈。去吧，去吧，去吧去吧，不着急回来啊。行，走吧。叔叔阿姨再见。叔叔阿姨再见。那么帅啊！对，我就说他刘征这么高，那么漂亮，太般配了，般配呀！哎，我在这买票，你跟薛叔叔等我一下。想不想吃冰激凌？我给你买。你想贿赂我？我这人从来不贿赂别人。我知道你想追我妈妈，但是你没戏。我知道我没戏，但是你爸爸现在也没戏。票买好了，想玩哪个？我想玩海盗船。好，那我陪你坐。我想让他陪我坐。好啊，我就喜欢玩海盗船。走。走。你跟你爸还挺像啊，都挺喜欢我的。我爸喜欢你吗？我怎么不信呀？我跟你说啊，你爸还跟我一块玩过蹦床呢。你害怕了吧？我害怕吗？我才不害怕呢，你害怕吗？咱俩今天就比一比啊。谁先害怕，谁就说。要是你输给我，你就不能追我妈妈了，好吗？好啊。那要是你输了呢？我不会输。比就比。宁晓，怕不怕？不怕。真的不怕吗？真的。真不怕？好，来喽！怎么样？怕不怕？不怕。不怕？真不怕吗？那我们一会儿玩个更刺激的，怎么样？好。好。怕不怕？不怕。这一局我们打平了。敢不敢再玩一些别的？好啊，走。走。来，你戴上，可以吗，大小？可以。
有点白。好玩吗？好玩。李想，太吓人了。敢不敢玩一个更刺激的？那我要玩那个过山车。你现在身高不够，玩不了。我就要玩那个。你是不是不敢坐啊？你先歇会儿吧，我去给你买喝的。想喝什么？我去吧。走，小男人。走，我跟着你去。喂，哎，我在外面呢。咱俩能谈谈吗？嗯。你想谈什么？为什么刘正妈妈和爸爸没结成婚？这是不是因为你呀？你怎么看出来的？你们这些大人都把我当小孩，一句实话都不跟我说。我可以非常认真地告诉你，我不把你当小孩。我们现在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那你说吧。他们不结婚，绝对不是因为我。那你说是因为什么？就像你搭乐高积木一样，如果有一个拼错了，整个就会错。结婚也是这样，如果拼不到一起，那就是不合适。唉，我本以为爸爸妈妈一定会结婚的，原来什么都会变呀。可能这就是人生吧。对，人生无常。小男人，干一个。好喝。在这儿坐着呢，找你们俩半天。过来聊天呢。来。妈妈，我还想再玩一次碰碰车。好，我跟你一起。我要坐他的车。好，走，小男人。你想，今天玩得开心吗？开心。你下次还能再带我出来玩吗？当然可以啊。我们现在不已经是朋友了吗？我们不是朋友。我们是兄弟。怎么做到的你？真心换真心。有人晕倒了，快点儿！你好，让一下，我是医生。能听见我说话吗？喂，120吗？意识丧失，呼吸心跳正常。过来就等在这儿了。车叫了吗？叫了，120马上到。家属有吗？谁是家属？他刚才从那边走过来，然后走着走着就倒了，然后他就吐了。来了，来了，让一下，让一下，大家都让一下啊！
哎，让一下啊！你是家属吗？我是医生，把他送去北雅吧，离这儿近。把他送到他妈妈那儿去。你放心吧。你好，什么情况？我是神经外科的借调医生，我叫阮刘征。患者大概在20到25分之间昏迷，昏迷前有过喷射性活动。马上安排脑部 CT。哎，患者家属呢？还在联系。好，立即安排 CT。阮医生。钱主任，来了个急诊病人。出血明显，有较明显的占位效应，我怀疑脑肿瘤卒中出血。现在患者颅内压急剧升高，右侧瞳孔大。患者脑疝了，跟家属沟通一下，签字，马上手术，不能耽误。家属还在联系。阮医生，这是大手术，不但要清除血肿，还要把这个肿瘤切掉。家属不来，谁签同意书啊？可是现在情况紧急，如果再这么耽误下去，病人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先过去看看。钱主任，这个肿瘤位于皮层下，大脑半球呈浸润性生长，累积几个脑叶，并且已经侵犯了脑深部结构，而且经胼胝体波及了对侧大脑半球。角质母细胞瘤的可能性比较大。病人现在出血量很大，应该立刻进行手术。手术本身难度就很大，而且大部分这类出血的肿瘤都为恶性程度较高的颅内原发肿瘤或者转移癌。他现在颅内出了这么多血，预后会很差。现在病人昏迷时间还不长，如果立刻进行手术的话，生存率还是很大的。家属得到位啊！你这么大的开颅手术，按照程序我们要给家属下病危通知。那现在怎么办？只能等家属。你们抓紧时间联系联系。哎，刘征，现在有个紧急情况，我现在在医院，刚路上我碰到了一个脑出血的病人。别着急，你慢慢说。看患者的年龄大概像65到70岁。他昏迷之后，我就把他送到咱们医院了。可是他现在情况很不好，怀疑是颅内肿瘤破裂出血，应该立刻手术。可是现在联系不上家属。你别着急，这样，你把诊断结果和片子电子版发到我这儿，我先看一下。好，我现在发。刘主任，如果再这么耽误下去，患者可能会失去最佳救治的机会。这个我知道，现在情况很复杂，家属没有签字。如果手术中出现什么意外，我们医院是要承担责任的。可是如果再不手……喂，哎，刘主任，是我宁志谦。急诊脑出血患者那个片子我看了，我觉得应该开一个视频会议。好，马上开。走。哎，钱主任，那个片子我看过了。我觉得这个你们决定是对的，应该马上给患者做手术，同时清除血肿和肿瘤。这个手术难度大，预后差，患者存活率低。如果手术失败，患者死亡，家属来了，那我们医院要不要承担这个责任？我个人的损失是其次的，你们想过没有，会给我们医院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个手术虽然说有难度，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尝试的，而且不能再拖延时间了。我建议先给患者做脑室穿刺引流。那你也得经过家属呀。哎，我不同意冒这个险。你万一脑出血量过大，引流之后还是出现脑疝怎么办？而且我对这个手术持悲观态度。我想问一下，我们医院还有其他值班的医生吗？现在只有阮医生和白医生在。
其他的要么在手术，要么在外面，最快的也要1个小时后才能赶到。阮医生，你能不能做穿刺引流？我能。你不可以做，我不同意。这是我们北雅医院。阮医生是借调到我们北雅医院的，万一出了什么事儿，你能担这个责任吗？你担不了，谁能担？刘主任，患者的颅压现在还在升高，每延误的1分钟都是在耽误病人的生命。主任，你说2句。宁医生，还有没有什么更妥善的方案？刘主任，我认为让阮医生做穿刺引流就是最好的方案，能为患者争取时间。我现在在赶回去的路上，后面的开颅手术交给我。家属还没有签字，到时候这个责任谁来承担？所有责任我来承担。师傅，忙你开快一点。好嘞。情况怎么样了？颅压升高，血流太多了，控制不住了，血压又下去了。脑疝加重了，尽快安排手术。喂，宁老师，我准备做引流穿刺了。阮医生，现在肿瘤情况比较复杂，如果穿刺引流之后还有严重的脑疝，你想过怎么处理吗？还有，穿刺引流手术之后，如果出现了偏差，你怎么办？这确实有可能，但这是患者最后的希望。我认为我可以。好，那你准备手术，其他事交给我。好。哎，丁院长，是我，宁志谦。刘主任，马上安排阮医生做脑室穿刺手术，我来签字。丁院长，肯定是宁志谦这小子越级汇报了。做脑室穿刺手术，即便有经验的医生也不敢保证万无一失，你要跟着承担风险的，这不是小事。抓紧时间准备吧，我要为宁老师后面的手术争取时间。通知麻醉科。喂，麻醉科，诊外白俊。阮医生，现在我们要进行一场接力赛，我相信你会完成的。小朵。手刀。脑积液出来了，压力太大了。袁医生，主任，颅压下降了。真幸。情况现在怎么样？好，好，我马上就到了，等我啊。师傅，哎，靠边吧，在这下来，多少钱？72块钱，靠边给你平啊。行，过去了。好的。情况怎么样？穿刺成功，瞳孔回来了，脑疝解除。
我就知道你可以，阮医生。生命体征，患者血压、心率都有提升。大家辛苦了，准备手术。这个比 CT 拍的血肿要更大一些。先清除血肿，指夹壁出血的分支血管，保护主干不受损伤。这种情况先不要清除血肿壁的血块。为什么？你看啊，肿瘤血供丰富，以水肿的正常脑组织界限不是很清晰，所以在切除肿瘤的时候要保护脑组织，避免血管损伤。明白。脑棉片，明胶海绵，多大？1块就够了。阮医生，你看啊，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先不要切除肿瘤，因为你看他这个脑组织已经水肿了，跟肿瘤界限不清，所以为了保护脑组织，先不要清除血肿里的血。还有什么不懂吗？没有了。血压好转，心率也好转。脑压板准备。血肿清除了，可以开始分切肿瘤了。来，双击电凝，显微镜刀。肿瘤已经完全暴露了。还不是和你预期的一样吗？现在开始分块切除肿瘤，轻一点，阮医生。刘主任，薛律师，病人的家属已经找到了。找到了，太好了。对，病人叫付明。付明，这名字挺耳熟啊。就是退休的老市长。聂医生，患者家属找到了，马上就到。患者是咱们市刚退休的老市长。知道了。出血了，来，明胶海绵。多大？双击给我，1半就够了。血止住了。吸气。脑压板撤了吧？取留钳。还剩下最后一块了，与大血管粘连的太近了。没关系，有我在。成功。辛苦大家。老白，你来缝合。好。镊子针线。阮医生，敢不敢跟我去见见老市长的家属？这有什么不敢的？走。怎么样了？很顺利。谢谢大夫哈，太谢谢了。应该的。谢谢你救了他的命。
很感谢。王太太，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医院沈万三分区的钱主任。钱主任，非常感谢您。这是宁医生。宁医生，宁医生是专程从外地搭飞机赶回来参加抢救的。这两位姑娘呢，是我们医院的年轻的医生。啊，你看我们这支团队非常年轻，应该说呀，老市长这个手术也是对我们这支团队最好的检验。对，院长说的对。那感谢你们。能为老市长排忧解难，也是我们医生的荣幸。丁院长，老市长已经转入病房了。那我去看看其他病人。好，去忙吧。啊，傅太太，傅太太，老市长呢现在已经转入病房了，我带你们去看看他。啊，这次老市长术后的恢复情况了啊，辛苦了。你比我更辛苦。你为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功不可没。还是等患者醒来之后再说吧。你看起来有点疲惫啊，是不是累了？可能是吧。做引流穿刺的时候，还有点紧张，不过也算是顺利。继续努力。那我先走了。哦，对了，我让薛伟林把宁想送到娟子那儿了。哦，他给我打电话了。明天见。明天见。我也饿了。来张，今天真的挺佩服你。今天是宁老师做的手术，我只是协助他而已。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弱女子，没想到你还挺有胆量的。我之前一直对你有些误会，但事实证明是我错了。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重新认识一下吧。手上都是油。你要喝水吗？帮我拿一下。哟。